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不是北京的老一代的对台湾还有一点感情，任何一个国家，如果在今天的国际形势里面早就打起来了。在联合国里面193个会员国里面呢，有182个都认为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国际的标准的用语，联合国体系里面对台湾的标准用语只有一个，既不是台湾，也不是中华台北，叫做中国台湾省。听得下去听不下去，喜不喜欢听，在对内要做怎么样宣传，去蛊惑了老百姓，那是你民进党的事。我只是说，当你就事论事看事情的时候，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百姓。今天呢，不管是戴伟山或者是任何的这些呢在野党的委员们讲狠话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在这种的时空环境里面，要当一支呢很勇敢的鹰派，比当鸽派容易多了。那种话谁不会说呢？但是当鸽派你要有勇气，你要被批斗、被扣帽子的勇气。但是这种呢被批斗、被扣帽子，我告诉你，2022年的时候，2022年你回头去看，在当时的乌克兰，这种的调子都看过。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呢，在2022年开战以前在干什么？在限制所有在野党的发言权，所有的媒体批评政府的时候，全部限制，最后只剩下呢一些的所谓的公民团体可以跟了泽伦斯基唱和，一直到马斯克呢在清理账户才发现，原来这些公民团体全都是美国养的，全都是美国给钱养。请问你跟台湾的那些的黑熊那些的禽兽部队有啥不一样呢？一模一样。今天会听到的声音，乌克兰都听到了，但是3年以后，乌克兰失去了20%的领土，失去25%的人口，失去了70%的出口，失去了60%的粮食是生产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我要找你戴伟山要吗？找你赖清德要吗？今天你再出来说呢，我准备要停火30天有用吗？你已经造成了重伤害。今天呢要讨论就跟在党好好讨论，和跟战之间呢不是光讲狠话扣帽子，我不是政治人物了。但是如果说我跟北京唱和，我甘于接受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不是北京的老一代的对台湾还有一点感情，任何一个国家，如果在今天的国际形势里面早就打起来了。2战过程当中，老百姓不要算，军人死最多的是谁？是俄罗斯。第二多的是谁？是中国。中国跟俄罗斯这2个国家是2战的胜利国，但是是产胜国。这2个产胜国，那你说英国、法国、美国那个，英国、法国跟美国加起来100万，还不到中国的1/3，还不到俄罗斯的五分之一。英国、美国、法国一下子就投降了。英国呢是美国在后面呢跟着，美国在东西战场2场战争，你会觉得哇，美国好英勇，最后进来帮忙。我告诉你，你再回头去看看历史，美国呢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的时候，美国是纳粹最好的朋友。